圣诞节的传统习俗从12月25日开始，会连续庆祝12天。到了1月6日，就意味着圣诞节已经过完。家里装饰的再美的圣诞装饰，也要拆下来收好。如果不是新的一年里会有不好的运气。但是有的国家在这一天却是很幸运的，可以继续过圣诞节，庆祝的形式甚至更加盛大。1月6日的这个节日叫做主显节 Epiphany， 也称作三王节 Three Kings Day。西班牙是庆祝这个三王节最主要的国家之一。对西班牙人来说，三王节的地位比圣诞节更加重要。1月5日，全国各个城市都会举行欢迎三国王到来的节日游行。游行花车上会有3个穿着各不相同的华丽服装、骑着骆驼的国王，来给参加游行的小朋友派撒糖果。这3个国王分别是代表着欧洲的白脸米奇亚，代表着亚洲的黄脸加斯巴，和代表着非洲的黑脸波塔萨。在西班牙传统里，3国王会在三王节前夜给小朋友派礼物，而并不是圣诞老人。虽然现在有些十分幸运的小朋友会在圣诞节和三王节都分别收到礼物，到了1月6日三王节当天，就是家人温馨团聚的时间。3国王其实是什么人呢？为什么是由他们来派礼物呢？3国王又叫做东方三贤士 Magi。Magi 是希腊语 Magus 的复数，也是魔术 Magic 一词的词根。所以三贤士是魔术师吗？其实他们是住在神秘东方的一群研究天文学与占星术的学士，我们姑且可以把他们理解为星象巫师。传说一日晚上，三贤士看到天空上出现了一颗格外明亮的星。查阅典籍，他们相信一位伟大的犹太国王 King of the Jews 即将要诞生，于是三贤士决定踏上去耶路撒冷的旅程，去朝拜这位新生的国王。当时罗马帝国内的自治国犹太王国处于大希律王 Herod the Great 的统治时期。三贤士到达耶路撒冷后，面见了大希律王，并询问是否知道新生国王的下落。大希律王得知这个新生婴儿将会是预言中犹太人的救世主弥赛亚后，便告诉他们根据预言的记载去伯利恒寻找婴儿的下落，并且要回来把位置告诉他，因为他也希望亲自去朝见这位未来的国王。三贤士追寻着明亮的星，找到了耶稣所在的地方，并朝拜了抱在圣母玛丽怀里的耶稣宝宝。我们在圣诞树顶装饰的星星，象征的正是这一颗带领着三贤士找寻耶稣宝宝的伯利恒之星 Star of Bethlehem。他们为耶稣宝宝送上了礼物，分别是代表着国王地位的金子，代表着神的化身的乳香，与下葬时用于涂抹身体的没药。3种礼物分别预示着耶稣的3个人生阶段。当天晚上，三贤士睡觉时做了个梦，梦到一个天使告诉他们不要回去见大希律王，因为他害怕自己失去王权，所以打算暗杀耶稣宝宝。于是第2天，三贤士便走了另外一条路，回去了他们自己的国家。大希律王没有得知耶稣宝宝的下落，便下令把耶路撒冷内2岁以下的婴儿全部杀掉。耶稣宝宝的爸爸圣约瑟因为得到了来自天使的启示，于是带着圣母玛丽与耶稣宝宝逃亡到埃及，直到大希律王驾崩，才重新回到故乡耶路撒冷。这里提到耶稣出生时被预言为犹太人的国王，是为什么呢？要知道，其实基督教是在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之后才形成的。耶稣在世的时候，其实是一名犹太教传教士。犹太教义相信会有救世主弥赛亚出现，会将以色列的子民全部带回他们的应许之地耶路撒冷，从此不再有战争与苦难，世界迎来和平，恶人将从善，出现豺狼会和羔羊同卧的场面。基督教认为耶稣就是弥赛亚，是救世主，他被钉在十字架是为天下赎罪牺牲。而犹太教认为耶稣只是一个凡人，是一个好的传教士。但他的出现并没有让战争与苦难停止，犹太人也依然分散各地。这个分歧令基督教从犹太教分裂了出来。主显节的名称 Epiphany 是代表着光明与启示，是纪念耶稣基督第一次显露于外邦人的日子。西班牙语大部分说西班牙语的拉丁美洲国家都有庆祝三王节的习俗，每年都会举行盛大的节庆游行，载歌载舞的来庆祝这个节日。保加利亚、希腊和塞浦路斯则是通过游冬泳的方式来庆祝主显节。牧师会把木质的十字架丢入冰冷的水面中，壮汉们就会跳入水中抢夺十字架。第一个拿到十字架的人就可以为他和他的家人带来1年份的祝福。当然，节庆的美食也是少不了，无论是西班牙的装饰满彩色水果干长得像皇冠的国王卷，法国的香甜杏仁馅国王饼，还是华丽的英国 Epiphany 12 Cake，
都是把一个象征着耶稣宝宝的小人像放到糕点里，吃到小人像的人就会得到祝福，那天可以当一日的国王。这个大概是模拟了一遍三贤士找寻耶稣宝宝的游戏吧。不过大家在吃这些国王系列糕点的时候，要注意咬下的每一口，不要咬崩了牙才好哦。